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2025年你们的正缘讯息哦。在满月的加持之下呢，这个正缘呢会更快的显化出现在你们的身边哦，请大家抓紧抓好属于自己的能量哦。好，我们的第一张牌，狮子 Lion， 好。你们的正缘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耀眼的一个人物哦，他可能本身的这个人生啊，就是属于一个传奇。有的朋友，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啊，你会很惊讶，惊讶什么？就是他，有一种王者之姿，王者的魅力，他很像是天选之人，是命运精挑细选来给你的一个珍品，给你的一个珍宝。还有些朋友，我觉得你遇见的这个人啊，他长得很好看，好看到有点不真实，很像是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样，很好看，不像是真实世界中会出现的人哦。还有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很耀眼，他可能经历过大风大浪，他可能年纪轻轻的就扛起了责任或是生活的重担。有些朋友他也许有比较多的人生历练、想法等等的，好，经历过一些生命的挑战，这些经历啊，并没有击倒他，并没有压垮他，反而塑造成了他这种很强大、很成熟、很睿智的一个内在。他看事情的角度跟其他人不同哦，他有一双与众不同，能够看穿一切的眼睛。比如说谁在说谎啊，在他面前其实是很容易就被揪出来的。而且他在你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对于你的烦恼、你的问题，他都能够给予你一些跟别人不同的解答，或是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他可能一针见血，可能直指核心，让你不再钻牛角尖。所以有点像是他能够给你一些力量，或是能够帮助你看清楚，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好，这个人他不仅很耀眼，而且我觉得他对你们真的是充满了爱跟善意。他对于感情，对于爱情，他是有着非常纯粹的信仰哦。他从来都不吝啬表达对你的一个赞美，或是他可能会，准备好惊喜出现在你的面前，鲜花、烛光晚餐，或是说什么样子的一个安排，让你觉得很感动、很惊喜。而且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啊，就像这个女王，像英雄一样挺身而出，有一种侠女的风范。好，如果是女生，我觉得她有侠女的风范，就是没问题。大不了我养你，不要怕，我可以去撑着这一切的，你不用担心嘛。好，对他来说，他给的爱很浓烈，又让人有一个安心感。他对于爱情就是非常纯粹的信念跟信仰，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让你怦然心动的一个这样子的能量哦。好，电鳗的一个精神哦。他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哦。除了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刚刚说过，他可能会刺激你，看待人事物的这个角度啊不一样。比如说，你过去可能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他是一个好人，但也许在他的角度而言，他会去跟你分析说，他看到的这个人其实是怎么样，是有什么样子的利害关系，他是有什么样子的意图来接近你。好，也许他会跟你分析背后的一个人情世故等等的，让你可以看清楚，或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是什么哦。好，我觉得他其实是很聪明又非常有创造力的。他可能在艺术创作或者他的事业上非常有才华，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能够启发你去追求你自己内心深层的一个梦想。所以这个人呢，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你感觉到惊喜的一个礼物哦。好，青蛙王子这一张牌哦，刚刚说过他呢
是一个经历过重大转变跟挑战的人哦。好，可能他生命中的这个低潮啊，正是使他现在可以焕发新生的能量跟原因哦。他能够有今天的成熟稳重的个性，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转变。所以我觉得他来到你的生命中，他其实已经懂很多很多的一个事情，他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生的智慧，而且他在朋友面前，或者说在社交场合中如鱼得水，非常的耀眼，很容易去吸引别人的一个目光，让别人没有办法去把眼神从他身上移开哦。他的出现呢，有一种能够把你从过去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能量哦。这个青蛙的精神，它象征着重生，和这个人，他可能就是让你焕然一新的人。他的身上有一个疗愈的能量，可能帮助你去释放压力，忘记过去的那些不愉快。他带着你一起展开人生的新篇章。有些朋友，你遇到他的时候，可能是人生比较低潮、比较忧郁的一个时期，而这个人的出现呢，他带领你走出这个不愉快的时刻，而且他非常的有创造力。刚刚说过，也许就是他的这个创造力，他的生活中的这个灵感点子跟幽默感，让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部分。你们两个之间的互动就很像是一个这种流动的一个创意的盛宴，总是可以感到他的惊喜跟巧思。在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他有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说突如其来的去做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很开心很惊喜，因为从来都没有人为你这样子做过。好，一样哦。好，这个人对你的爱真的是像野玫瑰一样，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他是一个懂得爱的人，也懂得如何去利用实际的行动去让你感受到爱情的甜蜜跟温暖。他会细心的去呵护这一段感情，所以这个人的行动力很强哦。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双方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会深深的被彼此互相的吸引，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在见面的时候啊，心里可能就有一些情愫萌芽，不管有没有很快的去讲到说要进入感情关系，两个人其实在第一眼的时候就深深的被彼此吸引哦，其实就已经喜欢对方了。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从朋友、同事，或者说暧昧，或者说远端的这种线上的这种交谈开始的，然后慢慢的你感受到真的是对于这个人的爱无法挡，而且我觉得他其实非常了解自己的价值，也非常的知道自己要怎么样透过言语在众人的面前中取得那个大家的一个赞赏跟认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去吸引大家的目光，他非常的有自信，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的勇敢。比如说在大家都不敢去发言，或者说大家都没有头绪的时候，他会很勇敢很直接的去表达他的一个想法，他的一个看法，还有他认为应该要怎么样的去解决。他的行动力很强，而且他是那种在朋友之间的这个焦点，讲话起来也是非常的幽默。他这个人充满热情，而且他对于人生的每一件事情，我觉得他都有一个目标感跟掌控感。他是一个想要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不断的取得成就的人，他也确实可以去拿到他所想要拥有的一切，就是说他所计划的一切，他有实际的去行动，而去拿下他的这个目标。他的野心跟他的行动搭配起来是一个绝配，也就是说他的行动跟他的聪明才智是配得上他这个远大的一个梦想的。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的有意志力，今天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就会去做，就会去坚持到底，不管中间有多少困难。同样对于爱情也是，他想要这份爱情，他就会奋不顾身哦。然后他呢，这样子耀眼的一个能量，我觉得可能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一点玩世不恭？这个人他是不是这种很多情啊？是不是
花蝴蝶啊，在很多人的面前都展现出她妩媚性感的一面。好，但我觉得她其实刚刚说过，她对于爱情哦是有一个纯真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会是一个反差哦。她内心也有非常温暖的一面，她愿意去开放的去关心她认为重要的人，她认为想要去跟她连接的人，特别是说跟你们连接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有一个特色，是会在你难过的时候，很有耐心的听你去倾诉。这种陪伴，这种安慰感，会给你提供满满的一个情绪的价值哦。好，哇哦，这张牌，你们的感情啊，会开花结果。而且呢，我觉得你们感情开花结果背后是有一个事业跟金钱能量的稳定的基础作为支撑哦。你看哦，他带着戒指来找你哦。这个戒指呢，不是一个空谈，就是他想要跟你结婚，他想要跟你走入家庭这件事情，他并不是一个空谈哦。他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行动跟计划的，而且也可以给你带来满满的一个安全感。我觉得在你们的这个连结当中啊，他给你很多的疗愈，但同时他这么做的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就是他一昧的去付出，对他而言，他跟你的连接，他也是有收获的，他也是有觉得你是值得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互相的在支持，互相的在给予彼此疗愈，互相的在给予彼此爱。可能有一方提供了很大的金钱能量，而另一方提供了很多的这种爱情的一个滋润哦，就是双方在这样子的互相的来往中，都觉得彼此的内心是得到满足的。而你们的互动啊，我觉得会随着一开始的这个火花点燃之后，越来越频繁哦。一开始呢，就是可能有一些社交场合的接触，你们遇见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就是这个背景啊，有其他人的声音声响这样子的能量哦。好，那到最后呢，你们会有属于两个人的这种私密的空间，私密的这个时间，分享一些就是彼此更不为人知的一个秘密跟想法吧。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非常的舒适，也会随着因为他的带领，你可能会去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潜水、露营等等的，或者说他喜欢去就是烹饪嘛，也许你就可以去吃到一些各种不同的料理，或是调酒等等的。他对于某一方面的那个知识啊，无形之中也让你打开一扇窗。也许这个人他是喜欢这种鞋子，或是对潮流呢那种服饰啊，它是有非常精致的一个想法，或是说怎么样子去打扮自己，他是有个想法的。那你们也会跟他的互动的过程中听到很多他关于这个议题的一个想法、一个理念等等的。然后你跟他的这个相处，我觉得充满了非常多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甜蜜哦。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试图的去把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对方，展现给对方，不论它是一个这种容貌的美丽，或者说情绪价值，或者说金钱的资源能量，或者说试图让对方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适，都会有这种用心的去准备，让对方可以感受到温暖细腻的陪伴的感觉。比如说一起吃一顿饭，或者说一起散步，一起去旅行等等的。好，随着你们感情的进展，最终会很明朗的去展现出来。我觉得最终你们其实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盛大华丽的婚礼，或是它是一个很独特典雅的属于你们的这种庆祝的仪式哦。好，寻求疗愈哦，在这段关系中啊，它是一个互相疗愈的一个过程哦。对于你来说啊，刚刚说过，他的这个成熟稳重，他的这个热情耀眼，其实是可以深深的去打动着你。而我觉得对方的这个
存在本身而言，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疗愈的存在，因为它的存在让你觉得其实你的心是有依靠的，你不会觉得无依无靠，你不会觉得很害怕，而且当你迷惑的时候，它又能够去帮你解决一些人身上的困境，或者说实质上解决一些生活的问题，比如说有关于电脑的问题，有关于一些生活上的一个建议等等。好，它其实是可以实际的去帮助你，或是说在哪一方面关于身心灵平衡的这样子一个疗愈的一个工作，也许对方是有研究的。好，所以它会一个比较疗愈跟启发的方式，让你感觉到你是被支持的。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你们会很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旅程，而且你们也是因为命运的安排，所以才走到这里哦。他的生命中经过了蜕变，而这样子的蜕变，让他更能够感同身受。一个人在低潮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孤独，所以其实你可以从他身上去寻求疗愈。也许你们都经历过一些共同的人生挫折，或者是说打击，或者说你们是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产业工作的，你们其实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聊。那我觉得对对方而言啊，你也是他的一个支持者，你也是他的一个好像内心中无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人你遇见这个人的时候啊，他可能正在刚刚转变的过程，就是他还是一个这种稚嫩的森林之王，他可能才刚刚从王子变成青蛙，因此有一些地方他还没有站稳脚步。而因为你们的出现呢，我觉得他更加的有勇气，因为有你的爱作为后盾，他更想要去拼搏，更无所畏惧。这个人他绝对是非常光芒四射的，他讲出来的话也许能够去开导很多很多的人，在公共场合中的这个演讲、发言、表达、演说，或者是说教导，或者是说这种一个什么样子知识技能的一个阐述啊，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也可以去激发很多很多人。他的这个概念，他的这个洞察，或者说他的这个思想是跑得比其他人能够还要远的。他所说的话其实揭示了一个遥远的大家所期待的未来，以及他会告诉大家说到底是要怎么样子去走到那样子遥远的一个未来，看似遥远的未来，其实在他的带领下是能够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你们的这段关系啊，真的是非常的充满热情跟火花的同时，又能够在心中去寻求一个平静。好，你跟他其实我觉得都算是在感情中比较有原则、比较有想法的人哦。所以这段关系啊，其实两个人都有主导，也都有被主导，也都有被控制的这个部分哦。他是一个王者，但是他在这段感情中不会一味的强调他就是那个王，要你们去听他的一个能量。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主导有的时候是放手，是退后，因为我觉得你们双方身上都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光芒，在一起之后更是强强联手，彼此为彼此，好像这种光芒会衬托的更加的耀眼。所以究竟是谁在主导这样子的关系中呢？在这样子关系中，究竟是谁在主导呢？其实两个人都很有原则，也都有自己想要去坚持的一部分。在这段关系中，没有那一种一味的去讨好，就是他不会因为爱你就放弃他所有的原则，一味的去讨好你。
低声下气的去面对你。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姿态的态度来接近你。同样的，你们也是，你们不会为了这一段爱情，就是好像把自己贬得很低很低，低到一个尘埃中，只祈求他去看你一眼。我觉得你们也是有你们的自尊跟自傲，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巧妙的两个人遇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交汇的这个部分呢，两个人都愿意为了爱对方去放弃一些坚持，去放弃一些面子，去放弃一些自尊跟骄傲，但同时你们也保留了完整的你们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你们两个交汇的能量哦。我觉得这个人的职业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但是他内心啊拥有非常多这种狮子座还有这种野玫瑰的爱，这种热情的能量。他试图在忙碌的生活中去找到一个平衡，无论他的生活有多忙，无论他的事业有多忙，无论他的学习有多辛苦，他对你的爱跟关注从来都不曾缺席哦。他可能在晚上就是完成了一个简报或是一个提案之后，或是他很晚才下班，但是他还是记得带着你最喜欢吃的一个甜点，或是说帮你准备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等等的。这样子的贴心，这样子的举动，其实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抗拒的。明明呢，他在外面是一个很有主导力，或者说很一呼百诺的人，可是他愿意为你去改变，去释出他心里最柔软的这个部分。而我觉得他也会带你去探索很多未知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的未知，或者说一起去这个世界冒险。他会让你觉得，虽然他很忙哦，虽然他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琐事缠身，但他还是会努力的去挪出时间，让你觉得你是他心中的那个非常非常优先的顺位哦。好，而且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会去看见你的潜能啊，就是你哪里很好，他会鼓励你往那个方向去做。或者是说呢，你本来是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本来是觉得没有什么自信的，在他的引导之下，我觉得他会让你们蜕变，让你全然的去相信自己。你们的未来就是一起闪耀，一起发光，一起创新哦。这个人有很多创新的一个能量哦，我觉得他会全心全意的把他生命中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一切最好的资源都带到你的生活中，他会去守护着你，他也会去启发着你。同时呢，我觉得你给他的爱也是非常的深厚，也是非常的全然的信任，所以对他来说，他也从你这边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供应。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我们的金字塔的能量哦，好，这个人呢，很可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哦，所以这段爱情啊，有可能是非常非常梦幻的一个结合哦。对他来说啊，你们其实是一个，他的一个后盾，也是他觉得很骄傲的一个灵魂伴侣。同时呢，对你们来说啊，他又是一个，我觉得。金字塔顶端的这种，然后可能长相也非常的，好像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不真实的好看这样子的能量哦。好，跟着他在一起的时候啊，其实你们会有不同的生命的经验、生活的一个体验哦。人生就如同金字塔一般层层的上升哦，你们不仅是彼此的恋人，也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最佳拍档。当你们一起探索新的世界的时候，他会牵着你的手，带领你一起看到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同时他也希望你会是他情感的最后的归属，因为他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一个很平静的力量哦。这个世界非常的喧闹，可能他也跟很多人认识过、交汇过，可是唯有在你身边，他才感觉到平静，感觉到美好。跟你相遇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人生的疑问跟彷徨，都在这里得到了解答，而他也用他的智慧跟温暖，在你的人生中的这个，在你这个心田，在你这个草地啊，种满了漂亮的花朵。然后他希望，就是他会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希望这个未来花朵开花的时候，你是能够微笑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长远计划的人。他当下为你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希望你跟他一起做的事情，可能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他正在种下一些种子，他希望这些种子日后可以开花。而看到那个花，你们会相视一笑，就是你们之前计划好的事情都成真了。你对于他来说呢，你就像是他生命中的光哦，让他的这个人的成就跟光辉，因为你的存在更加的完整。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互相彼此人生中的这个灵魂伴侣。这组的朋友可能过去你觉得生命中有很多的无奈，或者说你觉得在感情中一直跌跌撞撞，你也不知道当下那个环境究竟有没有办法改变，有没有办法转变。那其实这张金字塔的牌其实想要告诉你说，你们能够改变的是结果。好，你们就让结果去说话吧。过程之中有一些无奈，或者说有一些难过，遇到不好的人没有关系，可是最终你们显化的是一个很棒的对象，你们是最后可以开怀大笑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你们最后很厉害的一个显化的能量。能量疗愈这张牌呢，代表说你们在他身边的时候，我觉得生命会很平静，就是不会说这一场恋爱是一个这种虐恋，或者是说要让你哭的撕心裂肺。这场感情或者说这个关系的结合，我觉得对你来说是能够将动荡起伏的情绪回归于平衡，回归于平静。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个很接地气的稳定的能量而不是那种好像高潮起伏，一下担心，一下害怕，然后就是看着这种讯息七上八下的煎熬。这段感情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煎熬的一个部分好，新月在狮子座，再一次出现了狮子座的能量所以你们遇到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多人都很喜欢他，或者说很多人看到他的这个照片就很想要把他抓过来，就是占为己有吧。他是一个这么耀眼的人，他是一个光芒没有办法去被忽视的人同时他也有着像阳光一样的热情跟自信，他总是能够用他的这个能量跟幽默来去温暖你的心。我觉得他可能动力十足也许他是一个比较有冒险性格，或是愿意去多方尝试的人，就是他有很多的机会都想要去试试看，都想要去开眼界。他不是一个比较退缩，或者说不是一个我觉得瞻前顾后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行动力很强，或者说决定之后，大方向决定之后，他就直接去做了。可能他在工作中是属于那种领袖人物，但是我觉得他在生活当中人跟相处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很温暖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爱，就像向日葵一样，给你很多的阳光。他看事情的时候总是非常的一个乐观，或是在他生命中遭遇一些很重大挫折的这个时候，他也会从这个挫折中去复原，并且找到一个方式去释怀，或者说去抒发、去表达，去让这个看似不是这么好的经历，要怎么让它更加的有一个意义，或者说怎么样子做一些事情，让身边的人能够平静下来。我觉得他有他的这个应对之道，他有他的一个从挫折中走出来的一个方法。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上弦月在牡羊座，走进你的力量。这个人很厉害，你刚刚说过，结合前面这张金字塔，金字塔象征着稳固跟高峰。他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往上攀爬，登峰造极的一个旅程他可能是在某一些这种需要专业知识的领域，金融科技、法律，或是说说服跟表达
能力的这些职位当中啊，他就是像是尖端人物一样的耀眼，而你跟他的这个结合之后啊，会走进更大的力量，就是你跟他的结合之后，我觉得会让他更上一个高峰，让他更有力量，更翻倍，就是不管是事业跟财富的这个成就，他都有就是往上翻倍的讯息在。好，他是那种就算不用多说话，也可以带给你很多安全感的人。他是那一种，就是我觉得把他丢到任何一个这个地方啊，他都可以想办法再站起来。就是你如果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抽走，一无所有的把他放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有想办法，就是再站起来，再重建他的事业。也就是说，他并不是靠着运气，不单单只是运气，而是他本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实力而且有头脑的人。他的这个实力，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经验，不是那种书本上很单薄的，或是单一个学科的知识哦。好，你的存在啊，对他来说其实就是礼物。你的存在啊，对他来说就是奇迹吧。他对你非常非常的心动，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你。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都没办法失去对方。这个没办法失去，是当你们遇见了之后，当你们体验过这份爱情之后，你们就再也不想要去放手。他认为你的存在对他来说就非常的珍贵，像是一个奢侈品一样，他能够真心欣赏你的一切，并且他也试图会把最好的东西拿给你，因为他希望这个连接可以持续，可以长久。不论你们这段关系是就是有没有这种年龄的差距，或者说有一些现实的议题需要去克服，我觉得他会让你感受到他的用心，以及他给你的这种价值感，因此你们会想要继续的走下去。好，这张牌呢，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对你们那么好，或者说这么爱你们哦。这个人在人生当中啊，他自己一个人去走过了很多很多的路，或者说他可能也经历过感情中的挫折跟失败，或是他可能正从一个这种法律的这种合约，或者说法律的这种婚姻中的这个状态离开等等的，他可能也遭遇过一些打击，或者说他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孤独的这么走的，外在很耀眼，但他内心还是有他脆弱的一个部分。而孤军奋战过后，承受过很多压力责任后，让他更加的懂得有你这么一个人在他的身边哦，是多么的重要。他懂得珍惜，懂得陪伴的一个重要性。好，有的时候他看重的，我觉得不见得是实质的那些物质或是什么东西，而是他很珍惜一个人的真心真意。刚刚说过，他对于爱情有着很纯粹的一个信仰，所以可能正是你们的这个真心，你们对于爱情的一个信仰跟理念，对对方而言是相同的，是合拍的。因此，他在人海中找到你之后，看起来就是两个人不会再放开彼此的手，会一起走下去。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那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个感情啊，发展的进入一个比较高峰跟高潮的时期，也许是在6到10月的这个时间哦。好，6到10月这个时间，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进展的比较快的时候，可能已经定下来，已经谈婚论嫁，或者有些朋友你是在6到10月的过程中遇到这段期间哦，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中遇到这个让你觉得非常惊喜的人，也有可能你们是6到10月的这个过程中哦，好。
再一次去跟这个人团圆重合见面，就是你们之前已经遇见了，但过去可能因为碍于身份角色是没有办法去发展这段感情，可能6到10月，你跟他再一次的连接，再一次的去倾诉，然后让感情很快速的去萌芽，去发展起来。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你们的正缘讯息哦。2025年会有什么感情上的好消息呢？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2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哦，看一下这个正缘啊，你们对应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哦。好，那首先呢，来看一下正缘的特质。你的正缘啊，感觉上他是一个比较稳重、比较温暖的人。他个性比较沉稳哦，不是那种很多话的人，然后比较理智，但是呢，也带着一丝浪漫的氛围哦。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极强的共鸣能力的人哦。你看这个金之歌哦，他能够很轻易的去理解你的感受，并且给予你安慰。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比较敏感的、高敏感的人，或者说在情绪上他是比较敏感的。他的职业呢，可能是教育工作者、心理咨商师，或者是跟环境、自然相关的，也有可能是作家、艺术家或是设计相关的行业。这个梦境的能量啊，显示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也有可能这个人他是在科技领域、工程领域擅长去打造一个稳固的这种结构体系的人哦。因为这边有橡树的力量跟稳定感，所以这个人的能量啊，我觉得他其实是充满坚毅、充满稳定的。他的内在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这个橡树的门口，它散发着光芒，象征着进入他内在智慧的一个入口。所以你的这个人啊，你遇到这个正缘，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可靠，他拥有很多的智慧跟耐心哦。在相处的过程中，他会成为你的支柱，并且有那种为你遮风挡雨的能量。可能当你觉得外在世界很混乱的时候，或者是当你遭遇低潮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门中，你就可以去打开这个门。他能够去保护你，他能够去包容你，他能够去接受你，你可以进入到他所为你准备的这个保护的空间中去休息、去放松，去跟外在那些你不喜欢的这种能量隔绝。那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默默付出的人，就是他可能不像是电影场景那样很激情四射，或者是说会就是很会讲话，但是他会默默的在你感到疲惫、感到困惑的时候，给你足够的空间去保护你，而且他能够让你就是去思考，就是他不会给太多的意见。他也不会强迫你去改变，反而会尊重你的个性跟你的选择，他会去支持你的选择，不是去改变你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属于不会让你有压力的人哦，在这段关系中你会感觉到自由、舒展，然后舒适。所以呢，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会渐渐的放下心中的防备，然后开始去依赖这个人。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怀疑，说，他真的喜欢我吗？或者说他真的有用心吗？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会过度表达情感的人，所以你可能会有一点点怀疑，或者说有一点点觉得不明确。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你会发现这个怀疑其实是多余的，因为这个人的爱，他不是透过言语来表达，而是透过他对你的行动，对你这个情感上的一些照顾
来去呈现他有多么爱你。然后呢，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很重视，我觉得很重视根源的人，就是他很重视家庭哦。家庭观念是深植在他的内心哦。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你应该也会很清楚的感受到，他重视血缘关系，也重视情感的连接。他希望，他在家庭中是可以扮演一个很稳定的角色。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他会想要走入的是传统的婚姻关系，并且希望这个婚姻关系是一个和谐的，是一个稳定的，是一个幸福的。你们可以去共同打造一个稳定的、有安全感的家。同时，他也是蛮落地的，就是在进入到这样子的过程中，应该要做什么，他自己其实很清楚，就是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并且啊，他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是属于那种很谨慎的，会在每一个决定中去考量到，这个家庭或者说我的家人需要什么。他希望呢跟你共同的去携手，或者说共同的去承担这个家的责任。我觉得他对于家庭的期待是希望这个家是拥有爱的，拥有信任的，就是家人感情是好的，或者说他是想要花时间陪伴家人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就是要追求很多的物质或很多的社会地位。我会觉得他是很想要，如果你们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孩的话，我会觉得他会很在乎跟家人的那个实质上的相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好或者说更诱人的这个机会，但是如果要牺牲家人，或者说如果要牺牲和家人的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多多的去考量，并且以家人为主，以家人为主要的这种核心观念去思考，而且他也会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对家庭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在你们的关系中，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踏实哦。他这个人啊，不见得会很甜言蜜语，但是他会在日常生活中用很多细微的举动来告诉你他对你有多在乎。比如说呢，在你感到很疲惫的时候，这个人他会主动为你准备一杯热茶，或者是说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会静静的在旁边安慰你。就是他给你的爱，我觉得更多的是细水长流，更多的是这种温暖的落地的一个小举动，而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很轰轰烈烈的、很激情四射的一个能量。还有我觉得这个人他蛮冷静的，他可能在工作上啊是需要去很专注力的，就是很专注的、快速的下一些决定跟决策。那他在工作上应该也是蛮有挑战的，所以呢，我觉得一开始你遇到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会有一点冷漠，或者说有一点距离，因为他本身的感情是这种内敛的、沉稳的，不是那种很直接的人。可是，一旦你跟他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很深邃、很丰富的。所以呢，你们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反差，有点像是你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你打开了他心中这扇门之后，然后你就发现他比你想的还要好诶。就是一开始，因为他表达方式比较含蓄，让你可能觉得没有恋爱感，不是这么的热烈。可是相处的时间越长啊，我觉得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刮目相看，有点像是你一开始接收到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可能包装是比较朴素的，没有想到打开之后啊，哇，竟然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惊喜在里面。那你们相处的过程呢，我觉得他也是有一个环节，有一个阶段性的，他并不急于的表达自己，所以呢，他的这种态度啊，其实也是一个对他自己的一个保护。因为我觉得对你跟他而言啊，你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可以很轻易的去打开自己的心，让别人随意进来的人哦。你们要
真正爱上一个人也是会需要一些时间。同样的，我觉得他也是哦，你们会进入一个这种就是彼此探索跟了解的一个时期哦。然后在这个时期中，信任感是逐渐的建立的。你在这段时间中，你会发现，哎，对方的这些举动行为其实是非常的打动你的，而且你会开始理解对方的这个人他的心意，更加的去欣赏他的特质哦。好，你们之间呢，我觉得在认识的过程中会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你深入的去了解到他的家庭观、人生观以及他的过去，还有他对待感情的态度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些过去这些特质啊，反而会非常的打动你，非常的吸引你哦。好。有些朋友，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可能是属于你或是他人生中的这种再一次的感情。有些人可能是再婚，有些人可能是就是有小孩的状况，就是身上是有一些已经存在的一个就是连结，就是进入到这段感情中。可能有些朋友你是带着小孩，或是说对方那边也是有小孩的，有些朋友你们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因此呢，这个也是你们一开始在认识的时候会多加考虑，或是说会考量到比较仔细的一个原因哦，就是两个人一旦建立的关系之后呢，哎，对方的家人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说如果是有小孩的话，对方会怎么样子？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小孩等等的？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因此更加的慎重，更加的去考量哦。那一旦你们就是度过这个互相探索的时期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跟他有一种深刻的心灵上的契合，你们两个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的想法跟价值观，因此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个价值观呢，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稳固、更牢靠。那你们两个相遇的这个情形啊，可能是在一个就是人生中过渡的一个阶段，或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时刻。也许是你正在突破自己的一个舒适圈，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它就悄悄的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那我会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相遇的时候，其实彼此好像都有在寻找对象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没有找到适合的，可能你有在找，他也有在找，然后也许是想要放弃了的那个时候，就刚好遇见了对方哦。有可能是你们在一次跟学习或成长有关的活动，比如说听一个演讲课程、工作坊、分享会，或者是说在某个户外的这种活动、一个这种旅行啊中去相遇的，也有可能你们两个认识之后就会一起去参加户外活动、海边、森林等等的，或是旅行哦，就是你们两个有一起到大自然的一个这种意向。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你是正在经历低潮，或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在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这个人他会以一个支持者或是引导者的态度的姿态出现在你的生命中。那你们两个的相处方式啊，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一个非常灵魂契合的一对，因为刚刚前面有说你们的价值观很相似，所以你们不会在一些很根本的问题上进行争吵，甚至你们有那种就是在沉默中也可以感受到彼此的支持、彼此的连结。他就是那种话没有很多，可是就算他没有说很多话，你也可以在他的这种行动，或者说他的眼神中感觉到他对你的一个关心跟爱护。好，你们的关系啊，其实就像这个螺旋的贝壳一样，你们是互相的支持，可以让彼此成长，而且这个过程中都是慢慢来，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耐心的规划未来，一步一步的调整，一步一步的实现，所以它会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安稳的感觉哦。好，你们从朋友啊，认识开始会有一种
探索、转变。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进入到彼此的生命中，也像是揭开新的一个冒险。因为一开始你或是他可能会犹豫，究竟要不要开始，要不要进入这一段恋情，两个人都会很慎重的去考量这件事情。但你们最终会选择走过这段过渡性的一个过程，然后进入对方的人生的剧本中，每一步都带领你去走向跟这个人更深的连结。其实在走的过程中还是有一点不确定，但最终会越走越确定。而你跟正缘的关系，它就是一个像冬天的梦一样，它是需要时间来成熟的。这个冬天冬天它孕育着春天的一个萌芽，所以它是需要耐心等待，可以去开花结果的。在相处的过程中，也许会有这种停滞的过程，两个人可能有的时候感情会就是停顿下来，但之后呢又会继续连接，继续发展。我会觉得你们感情虽然可能会有一个逗号，但它不会变成句号，它就是会一直发展下去，可能步伐比较缓慢，但是它确实会发展下去。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耐心跟信任会为这段感情带来很丰富、很丰厚的一个回报。然后金鱼的这个歌声回响在广大的一个宇宙中，暗示着其实你们灵魂是有深层次的共鸣了。你跟你的正缘你们的灵魂频率很相符，两个人相处越久，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感。你们很像是这种久别重逢的灵魂他的说话、他的行为、他的举动，也能够触动你自己内心最深层次的那种最柔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突破了那个摸索期、探索期跟冬眠期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共鸣感来得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请你信任你的直觉，因为你的直觉会引领你走向对的人。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之间的吸引它并不单单只是感情、男女之情，或是说这种男男之情、女女之情这样子，它更高于这种小情小爱，它是一种灵魂层次的一个契约你们这个契约一旦连接，就没有办法轻易的断裂。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命运一旦开启了之后，便会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双方都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双方都会在这样子的关系下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谓更好的人，就是你更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说你过日子的姿态，你会更喜欢你自己跟他在一起的样子，比起你自己一个人单独的时候。好，这段关系你们会有这种层次感跟一阶一阶的感觉，所以关系它会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从开始认识、过渡，然后停滞，接下来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你们会去缔结真正的灵魂上的一个契约我觉得这组很特别的是，你们灵魂契约的缔结不在于有没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婚约的约定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但是就算没有，你们也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因为这个所谓婚姻制度也是在人类社会中发明的，可是你们的连结是高于这样子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不管有没有这个法律就是法律的这个合约的这个签订，你们都会，你们的灵魂是深深的被绑在一起这个是因为前期你同意了，他也同意了，他同意了，你打开这扇门，然后你进入到他的力量中，他给你这样子安稳的一个保护感，然后你自己也放下内心的不确定性，你要去有一点点冒险的进入这一段关系，而两个人就这样子在互相应许下、互相同意下去签订这个灵魂层次的一个契约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牌我们的 Pamper 宠爱、细心的呵护，这个人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小确幸。
就是这种安稳的幸福感啦。他可能会在忙碌之后啊，安排一次2个人放松的这种假期，或者是说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给你温暖的拥抱，或者是说他会传讯息给你，就是提醒你说记得要吃药哦，好，记得天气冷要多带衣服等等。我觉得他会有这种实质上给你的一个关心，或者说他会默默的把你需要的东西准备好，他有这种细心呵护的一个能量哦。还有我觉得他的到来会唤醒你曾经的梦想跟热情哦。你可能心里曾经有一些目标，或者说曾经有一些想做的事情，但因为害怕失败，或者说因为种种因素而放弃，或者说过去可能因为经济因素而放弃，现在他出现，我觉得他会无条件的支持你的这个梦想哦。有些人可能是你过去一直想要去学习这种厨艺、烹饪、甜点，或是各样的，但因为当时身份情况或者说时间不允许，所以你没有去完成这个梦想。而我觉得你跟他结合之后，你反而得到这种宠爱，或者说得到这个空间，他会去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去支持你进行一项考试，这个考试可能是你的一个梦想，或是他会支持你去开展一个副业等等。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的稳定度其实是很够的。他说的这个支持，并不是只有口头上的一个画大饼而已，他是真切切的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你。比如说，如果你要去完成你的梦想，可能在家庭方面啊，就是他需要去多去承担一些，或是多去照料一些、打理一些。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会让你可以很安心的去就是完成某一个你心中的理想跟梦想哦。好，然后这边呢，我觉得你们也有那一种，就是生活中啊，你们去打造的这个家庭是很温馨的。可能你们会在家庭里面呢，会去设计一些这种自然跟艺术相结合的一个风格，让你觉得每天都很像生活在梦境中。或是你们可能会去一起做饭，一起种植花草，或是他看他的书啊，你看你的电影，就是一个人在喝茶看书，一个人在打毛线等等，他做他的事情，然后就是2个人都非常放松的去陪伴彼此，这样子的能量，你们的家庭生活是非常令人羡慕，非常惬意的。Authenticity， 好，真实性哦。这个人呢，来到你的生命中啊，他会欣赏你最真实的一面哦。你真的不需要伪装。这张牌啊，这个女人哦，她在人群中闪闪发光，而且所有的人都是背对着，只有这个女生是正视着，就是双眼正视着大家哦。看得出来她在人群中散发的自信跟独特的一个光芒，这个就是我觉得你遇到你的正缘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美好，因为他看待你的眼睛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很棒的一个地方哦，而且他是不需要任何伪装的，你跟他在一起是非常可以去坦诚的，就是你们的关系的连接是很真实的。所谓伪装啊，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过去有经验的话，有点像是你会试图在这个人面前想把自己的最好一面去展现出来，比如说你就是总是完好无缺的去装扮自己、打点自己等等的，就是你希望留给他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印象，你不希望自己的这种脆弱、阴暗什么东西就是被他看到不堪的一面。可能你自己很糟糕的时候，你会希望自己躲起来，不想让他留下不好的印象，希望在这个人的心中永远都是完美的形象。但我觉得你跟你的正缘不是哦，他就是喜欢也接受任何时候的你。有些人喜欢你是喜欢你幽默风趣、可爱美丽，可是这个人喜欢你哦，他是喜欢你的脆弱不堪、难过、糟糕的那一刻，他也会在那个时刻去心疼你、去爱护你。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
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做回你自己，不用讨好任何人。当你自然展现你自己的时候，正缘也会如此的被你吸引哦。好 ，feelings 这张牌充满了温暖跟柔和的一个情感哦，所以这个人哦，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呢，而且他很感性，他懂得共情哦。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你会被他的这种温柔感给融化，而且你会觉得你是被理解的。在你们的关系的连结中，如何去表达感受是连结的重要的方式哦。我觉得你会去坦诚你心中的感受，然后对方也会去坦诚他心中的一个感受，你们两个的这样子的情感的交流可以很深刻的被连接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跟这个人结婚啊，你们的婚后生活有这种如诗如画的感觉，就是不大会吵架，可能是共同都去欣赏彼此的一个成就哦，然后在这个婚姻中又能够去保持自己。有的人可能会在这个艺术啊，或是说在他的这个有兴趣、感兴趣的领域啊，去发光发热。另外一个人非常的欣赏他，作为他的小粉丝。那某一个人在事业上就是往前冲，然后取得很大的一个成就，而另外一个人也在这段关系中不会好像就是相形见色，不会说自己就是比不上，而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段关系中都觉得是非常自信，都可以非常坦诚的做自己，非常非常的自信，有勇敢，很勇敢的去站出来。甚至我觉得这个人会帮你发现一些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优点，可能你过去觉得这个是缺点，可是在他的眼里就会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比如说你的一些古灵精怪的部分，可能过去是被其他人就是不是这么喜欢的，可是他却非常非常的喜欢。比如说你过去很有正义感，你遇到一些事情就会跳出来讲，那可能之前伴侣会觉得，哦，你干嘛要这样，就是很丢脸，为什么要去讲这些事情，就是自找麻烦。可是这个人可能就是非常欣赏你的正义感，就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在。好，好多好多的礼物哦，飞在空中，它象征着丰盛的祝福。所以我觉得你跟正缘的这个结合啊，它不单单是一段感情的结合，它还包含人生各方面的一个好运，无尽的好运跟祝福。包含了其中一个礼物可能是财富上的好运，另外一个礼物可能是这种子女上的一个好运，然后另外一个礼物可能是这种外貌上的好运，就是哇，我跟他在一起变得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年轻，或是另外一个好运是有关于财富上的巨大的这个财富的一个能量哦，所以各种的好运都会来。有一个礼物可能是健康上的一个好运，这种身体的一个问题被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就你们的这段关系，它给你带来就是无穷尽的这个祝福跟礼物飘在空中，就是伸手一捞都会有很多的好消息，很多的惊喜要给你，是伴随着这段关系一起来的哦。好，再来看一下松鼠之灵哦，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灵魂觉醒的人哦，他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能够帮助你走向更高层次的成长。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在身边呢，好像是灯塔般，你觉得很安心，因为可以去指引你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且他本身是，我觉得他的个性是，充满活力，而且他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哦。对于生活的一些困境，他是比较积极的，而且他也会鼓励你去看见你的优点，鼓励你相信自己，去发掘自己的潜能，而且他会陪你一起去迎接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以及每一个这种人生的一个变化。就是人生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心境跟情境，觉得他会去陪你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时刻。Turkey Spirit 火鸡哦，好，他
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心怀感恩跟优雅，还有奉献、无条件的爱。这段关系会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它其实会让你觉得很感恩，或者说让你觉得生活起来很多地方是很优雅、很轻松的。你的正缘，我觉得他愿意去付出。好，这个付出是他懂得在爱中以感恩的心去面对彼此，就是他给你的爱是很优雅、很温暖，然后没有那种掌控欲，就是说我爱你，但是你要去做什么，或者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才要去爱你，或是给你什么样子的期待跟要求。然后你达到我的话，我会更爱你。好，在他的相处过程中啊，你会感觉到，在和他的相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平等跟尊重，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你有经历过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权力的一个高低，然后你长期的被贬低、压抑，或是被他看轻的话，我觉得这段关系会让你完完全全对关系有一个翻转哦。他会感恩的去看待你们的关系，你也会觉得遇到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谢谢宇宙送这么好的礼物给你。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每一个小瞬间的这种幸福啊，他都会去记得，他都会去珍惜，就是他会去珍惜你的付出。有些人可能会去看清你的付出，就觉得说你这个又没有什么，但是他可能会你就是做了一点点，他就会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激哦。我觉得有经历过的朋友可能都明白，就是有时候你在一段关系中，你付出了很多，但是对方没有看见，或是对方还嫌弃你，或是对方就是觉得这些有什么呢？你自己要做的。可是这个人就是你为他做一点点，他都会非常非常的感谢，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哦。好，我们再来看到。好，我们的谢寄生哦，谢寄生的一个能量，从你们的牌面看起来，我觉得你跟他的这段缘分的相遇，就真的是灵魂契约哦。它不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它是宇宙精心的一个设计，它会让你们在最适合彼此的时刻去见面哦。谢寄生它象征着祝福跟你们灵魂的一个结合哦。在古代，它被视为很神圣的植物。我觉得你们这段关系绝非偶然哦，是宇宙的一个很精心的安排。你跟正缘的出现啊，很可能是在，我觉得是这种春季交替，或是说，冬季的时候，冬末春初的这个时刻。万物复苏的这个时刻，有些人可能是在冬天遇到这个人，有些人可能是在就是春天来临的时候会遇到这个人哦。他有一种谢寄生的能量，有一种在寒冷的季节中去给人带来温暖跟希望的感觉，而蓝铃花它则是象征着春天的复苏。但无论你们是在什么时候相遇啊，你们的这段爱情、这段感情、这段关系有这个灵魂的契约，在很久远的时期，很久很久以前哦，就已经被写下了，就是这个剧本已经被写下了，你们只是在等待这个剧本、这个剧情展开哦。这个连接这段关系是带着神圣的祝福，还有这种优雅。一再出现优雅、美丽跟大方的能量。好，接下来呢 ，Let go。好，这段关系会帮助你释放过去的这种情感的沉重的包袱，所以它的出现会为你带来很疗愈的一个能量哦。大家不管过去经历了什么，这个人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爱情的体验，会让你完全在感情中有重获新生的感觉哦。
很强烈的一个连接哦，激情跟挑战。好，前面都是出现比较这种优雅的牌哦，这张牌出现，我觉得这个人也有潜藏的一面哦。你们的爱情啊，充满了激烈的碰撞，每一次激烈的碰撞跟高低起伏的这个过程中啊，都会感觉到更加的深厚，更加的包容彼此。所以呢，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性关系哦，你们的这个就是夜晚的这个生活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你感到满意的。好，琴瑟和鸣，接受命运的礼物，宇宙已经为你准备好这段爱情了，只要你放下内心的防备，敞开心胸去接受这一份感情就好啦。宇宙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宇宙就是要打电话给你，跟你说啊，礼物已经送到了，包裹已经收到了，请你快去速去接收，不要拒收，或者说不要说这不是我的包裹，或是根本就跑出去不在家，宇宙就找不到你，没有办法送这个包裹这个礼物大礼给你哦。好，珍惜跟呵护，这段关系是互相珍惜感恩，就是有这种彼此感恩的能量。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然后互相的对对方去说这句话，感恩彼此，将对方视为生命中的无价之宝。你们有这种共同珍惜彼此的能量。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想要对你说的这句话哦。对方想要告诉你说，欣赏自己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不要去批判自己。有的时候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要对自己自私，就是要在做事情的时候要自私一点，去优先的去考虑自己。好，你要去觉察到，很多时候你有没有无意识的去放弃你最想要的那个选择呢？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比较容易为了避免争吵而妥协呢？有些朋友，你们要去看见、去觉察这件事情，然后欣赏自己，用爱自己的角度跟自己相处，不要批判自己。这个是他想要告诉你的，在你们两个还没有真正的连接在一起之前，他希望你可以先替他好好的去爱自己，千万不要打击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啦啦队，如果你自己去打击自己的话，他会非常非常心疼你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先替他好好的去爱自己。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三组的朋友们看一下你们的正缘哦。你们对应到的能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哦。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Truth， 就是他是一个。看事情啊，我觉得他比较不会急躁，也比较不是那种很冲动的去下一个定论的人，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交往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在相处的一个过程哦，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是有一个距离的，或者说双方啊在进展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明明都觉得是蛮交心的，然后也蛮信任的，但好像你们的这个进展方式比较像是温水煮青蛙，也许是对方刻意的去拉开距离，是因为他想要给你一点时间，慢慢的去了解他，让你以这样子的方式，比较有安全感，就是他不会很急躁，也不会很快的要你去下一个决定，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们不是属于恋爱关系，而是属于一种互相陪伴、一起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哦。或是有一段时间你们的关系是没有办法用一个明白的身份去定义的，但是彼此对于彼此而言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位置，就是彼此对彼此而言都很重要。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这种爱情啊，或者说你们的这种感情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因为对方本身是一个很充满智慧的人，他能够在事实中找到一个核心，
而且他是一个能够拥有安心气，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非常安心的。跟这个人的相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被他融化，就像刚刚说的温水煮青蛙，在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的过程中，你发现不知不觉你的心就更加的陷入到这一段关系中。那如果说你跟他有争执的话，他比较会倾向坐下来耐心的去跟你说，就是究竟这个问题的争执点在哪里呢？他好像能够看清楚，有些地方是情绪，有些地方你说很多情绪的话，但其实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是能够去找到你想要去表达的那个需求的核心。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直接的说出你的想要，你会用其他的方式，或是有时候你的情绪上来了，但这个背后其实是又牵连到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有办法去看到那个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好，第二张牌 Ascension into Light， 你们两个啊，这张牌代表是提升扬升。我觉得你们两个会以一个互相扶持、共同成长为基础，作为连结，就是说，对方可能他是一个重视个人成长或者是灵性追求的人，他也会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去鼓励你去实现你的目标。那如果你们组成家庭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是一个非常能量充沛的家庭，会鼓励每一个家庭成员去展现最好的自己。然后这张牌给人的感觉是，他其实蛮擅长深度的沟通，或者深度的去分析一些事情，然后来解决纠纷，避免一些冲突的扩大。这张牌中啊，跟前一张牌都有这种金色光芒的能量哦，也就是说，我觉得你跟他的一个连结啊，你们建立的一个关系啊，是非常疗愈跟幸福的。他会特别的注重，就是跟他相处的这个人，注重你们的心理的一个健康，还有情感的一个需求哦，就是他很重视这个情绪的交流。你们的这个关系啊，我觉得是充满正能量的，是一个令人感到舒适跟安全的一个关系哦。那还有的朋友，觉得你遇到这个人，他是对于人生的智慧跟灵性这一方面有比较高的一个追求，他可能会将某一些价值观，也许是他信仰的某一些价值观那个体系，或者说某一个宗教的一个想法融入到一个家庭中。如果他本身是有这样子的就是宗教的追求或是灵性的追求的话，我觉得他会将他的一些价值观去融入到家庭，他会成为整个家庭中的一个引导者。比如说可能带领你们一起去做一些活动，比如说他是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也许你们全家就会因为他的关系，就是常常去做一些跟大自然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露营啊、爬山、健行等等的。或者是说他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念书、很喜欢这种书籍的人，也许你们就会常常去图书馆、去书店等等的。我看见他是有一个好，你们建立家庭之后，或者说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他会带领你一起去注重内在力量的一个建立。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管是在他本身所处的这个家庭团体，或是跟你的关系中，他都拥有一个照耀跟引导的能量哦。他会用他的爱跟智慧来支持他身边的人，营造出一个比较舒服跟幸福的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他是一个很重视家人的人。如果你跟他组成家庭之后，我觉得他是那种会就是排除万难去克服地理上或者说金钱上或是其他方面的一个限制来跟你在一起的人。好，就是他会把家庭成员的幸福放在一个很优先的一个位置，所以无论他在哪里
能够跟家庭成员在一起，能够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对他来说，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充电，他会很希望能够实际的去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实际的去接触，因为对他来说，那个就是他的幸福感所在，那个就是他的一个充电的方式。他也想要看到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好，我们看到两只天鹅中间有一个爱心哦。这个人是一个很自爱的人哦，盘面上有2只白天鹅互相的依偎着。那白天鹅它象征着纯洁忠诚，我看出来你跟这个正缘啊，彼此其实就像这2只白天鹅一样，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懂得自我照顾的人，他不会去，就是有些人是很需要别人照顾，或者说他有的时候是比较依赖的，但是你们今天遇到这个正缘，我觉得他是蛮能够独立去做自己的人，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呈现在你面前是蛮优雅的样子，而且他能够去鼓励你做自己，还原自己最舒服、最真实的一个模样哦。所以你跟他的这个相处啊，其实建立在对自己以及对彼此的接纳，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能够去爱自己，能够不讨好、不委曲求全，建立在对自己的接纳，同时也能够去接纳对方，这样子的互敬跟互爱的一个关系。你跟他连接的过程中，他会让你更加懂得去爱自己，并且保持就是在这段关系中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会使得爱情能够更加的平衡。当你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当你感受到疲惫的时候，我觉得他会用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来去引导你，而不是去逼迫你。因此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会蛮喜欢你们这种独立啊、聪明啊、有自信的样子，特别是你在自己的喜欢的这个领域啊、兴趣啊、事业中，就是很投入、很沉醉、着迷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的那个样子是非常非常美的。好，接下来看到一把大伞哦，这把伞旁边有一些飘落的叶子，这个雨伞啊，其实象征着保护跟庇佑，就是有一个被宇宙的大伞保护着的感觉哦。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来自于一个比较温暖而且包容的家庭哦。这个家庭可能经历过一些挑战，但是在家庭成员中，他们能够去互相扶持，共同的面对。因此，这样子的背景可能也塑造了他比较成熟跟稳定的一个个性。比如说，如果你去参加这个人的家庭的聚会，你可能感觉到就是家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那你也很想要去融入，变成这个家庭成员中的一部分。比如说呢，你会感觉到，他的家人是非常欢迎你的，然后是一个比较平等跟朋友的方式去让你觉得很舒服。也许他的弟弟妹妹会开玩笑说你是怎么样子骗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太太之类的，是有点像开玩笑逗趣的一个方式来化解可能一开始见面的一个尴尬，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他的爸爸妈妈会特别的去准备你喜欢吃的东西，让你觉得他们是有在乎你，然后有在把你当成他们家的一份子。又有一些朋友觉得你遇到的这个人，他的家庭可能财力背景不错，因此如果你跟他结合的话，也许他们可能还会出钱去让你进修，或者是说去出钱让你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好，那这个人他在你的生命中，他是一个能够为你的生命遮风挡雨的人，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生活上，他都会给你支持跟安全感。也就是说，这段关系它是一个庇护所，能够让你在忙碌、孤单或者困难的这样子的过程中去找到一个归属感，或者是说当你在面临挫折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些他的方式去让你
觉得你不是一个人的，比如说呢，会帮你倒一杯热茶，或是煮一餐好吃的给你吃，或是带你出去散心等等，让你知道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事情的。好，接下来呢，这边有贝壳跟珍珠哦，精致的一个珍珠哦。好，这个贝壳中啊有珍珠，象征着很珍贵的爱情。那贝壳中的这个珍珠，它要从一个小沙子变成珍珠啊，它其实也经过磨练，经过时间的磨练，所以其实月老给你的这份大礼，它是一个很珍贵、很稀有的一个爱情。我觉得这份爱情啊，在关系的过程中，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些分离，或因为一些外部的压力，或一些挫折等等的。但是在这样子面对外部的挫折压力的同时，你们却会不想要去放开彼此的手，可能有远距的这个时间，可是你们并不会因为远距而疏离，反而会更加的去努力的去维护跟克服这样子远距的一个困难，直到你们两个重新相聚的一天，你们会因为彼此的坚持跟信任而更加的相爱。也就是说，外人的困境跟阻碍绝对不会去迫使你们真正的分离，而会使你们的内心更加的想要连接在一起，就是你们两个会共同去克服所面对的生命中的一些难关，最终呢，两个人的爱情就像贝壳的珍珠一样，是非常精致、非常有深度、非常珍贵的一个爱情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钟。好。时钟啊，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跟时间的重要性，而这个比较老旧的时钟啊，需要去重新的校准。好，看得出来这个人啊，他有一种，我觉得他有一种，第一个是浪漫的情怀，他可能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他现在看待人生是比较豁达的一个状态。比较能够珍惜当下，他经历过人生中的一些大事，所以很多事情对现在他来说都是小事。你可能看待他是一个很乐观、很有目标的人，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从低谷中站起来之后，他对于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淡，而且他会去提醒你享受生活当下的一个美好。不见得是说每天都要去为未来去做很多的准备，因为当你一直想着未来的时候，你就好像失去了活在当下的这个美好。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那种发呆的时刻，就是漫无目的的去挥霍你的时间，可能就两个人依偎在一起啊，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啊，静静的发呆，或是在一个下雨天里面一起煮咖啡，静静的坐在窗前去感受当下的平静，或者是说一起窝在家里看个电影，你们会有那一种挥霍啊、浪费啊，或者是说就是很尽情的去享受你们的时光，一起去滑雪啊，然后一起去看极光，然后一起去享受生命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你们想要去看这个迪士尼乐园，或者你们想要去哪一个地方做哪一件事情，你们就会去做。我觉得你们是蛮重视假期跟休闲的这种美好，会想要去安排一些精心的时刻在人生的生命中，然后会很享受，有一种用力工作用力玩，这个用力玩跟用力工作一样重要，就是你们的生命活得非常非常的精彩的感觉。还有他的工作啊，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某一种修复改善有关的，比如说心理咨商师、工程师，或者是说医生，或者是说这种机械方面的一个修理，或者是说刚刚说过像是灵性方面的一种修理，治疗人的心灵，或者是说创意领域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专家等等的。好，
他是一个喜欢帮助人走出困境的人哦，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这种精神上的给人家支持，帮助人走出困境，或者是提出一些实质的解决方案等等的，他都有，就是我觉得他有这样子的能量跟能力哦。比如说有一天呢，你可能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说情绪崩溃了的时刻，可能一个人在家就是焦头烂额、情绪崩溃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去传讯息告诉你说，哦，不要担心，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会陪你做一些什么事情。可能他现在还在外面忙，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去陪你，就是请你放心等等的。所以他会有一种比较让你觉得非常非常体贴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哦，这边有一个帽子，然后还有一些植物，还有药品哦。这个人呢，刚刚说过，它是一种有修复感，就是会帮助人改善修复的能量，同时他也是英雄哦。好，这张牌让我更加觉得他可能是这种医药领域相关的人，或者是说，某方面这种身心灵治疗的嘛。好，有可能是复健修复相关的嘛。好，因为药品啊跟植物象征着治疗跟重生啊，它呢是你的英雄哦，它不仅能够在实际的生活中去提供你帮助，也能够去治疗你的心灵。哇哦，它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而且我觉得它出现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是完全不可或缺的。其实在这样子的关系中，我反而觉得你们在心理上会比较依赖他，他有一种让人觉得心灵比较强大的能量哦。你会觉得说有这个人在，你的这个情绪就能够安定下来，你就能够找到内心的一个平静。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是那一种就是比较擅长表达，或是能够去启发其他人的人，他能够去帮助别人改善生活，或者是以他的知识或言语去治疗别人哦。他本身应该也是带有那种想要去帮助人的一个使命感，有可能他是一个会在公众的这种场合演说的人，分享他如何去帮助某一个病人，或者是说在他的演讲中能够感动观众，感动一群人，然后让他们的人生因为他的一场演讲，因为他的一些这种理念而有所翻转。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双很漂亮的高跟鞋，玻璃鞋，还有另外一双比较大的鞋子。那在这个鞋子的背后啊，它有阶梯，好像是一个城堡这样子的场景哦。哇哦，这张牌其实有非常浪漫的一个象征哦，它象征着童话故事般的这个浪漫的机缘机遇，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月老特别送给你的一个礼物，让你的人生充满一个很浪漫的转折点，它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公主或是王子，或是这段感情它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缘分。同时呢，这里面也有一个异地恋的能量，你们的文化背景可能是不同的，属于跨文化的，或是说你们可能有一些距离，或是这种语言的差异需要去克服的挑战存在，但是它会为你持续提供安全感。还有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是跟你在旅行，在留学，或者说在工作，在游学的过程中相遇跟相似的，就是相结合认识的。可能你跟他住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说你们会这种视讯，然后透过讯息或者说透过这个电话来联系等等。
你们有那一种一开始可能会需要跨城市、跨国家的一个能量，而你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很像是重现童话故事的一个浪漫。同时呢，我觉得对方的财富的能量是很稳定的，他并不是一个暴富型的。好，他不是暴发户，可是他懂得透过时间去累积资源跟价值，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时钟跟珍珠一样。他拥有一个稳健的理财能力，他擅长去做一些长期的计划，积少成多，而且他蛮重视质感跟内涵，就是对于物质生活，他是有一定的一个要求跟品质的一个追求哦。我觉得他不会就是随便的去用一些不好或者说劣质品的东西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可能会选择那种高单价，但是量少而值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品味，也蛮重视个人的生活的这种品质，还有舒适度等等的，所以他极有可能会去带你去品尝一些比较知名的这种气氛很好的餐厅，或者是送你一些很精致的这个礼物，让他的心意跟这个价值观可以展现在就是他的礼物跟他的这个行为上，看起来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精致跟有质感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有看到大熊跟小熊、北极熊两只的这个熊熊在一起它象征着传承跟陪伴。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擅长分享故事的人，就是他讲的话，也许会让你津津入迷，很入味。他去分享一些他生活上的一个事情。让你觉得整个人的生活是很有趣的，很充满色彩。而且就像刚刚说的他可能会对于这种大自然或者说对于一些动物或者说对于艺术、对于摄影、对于一些探险这种未知的领域、未知的一个地方感到很感兴趣，也许是这种未知的这种学科、哲学、哲理的一个研究等等的。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会有很多不会无聊，会有很多源源不绝的这个话题。他可能灵机一动，就是说我们今天一起去哪里很漂亮的一个场景，我来帮你拍一张这个照片，或者说我来帮你拍一组照片，或者说我想要记录我们生活的美好瞬间等等的，他可能就会去搭建一个这样子的摄影棚，或是说会到一个很漂亮、充满自然风光的地方，我看你共度一个下午都有可能。好，接下来呢是宁静你们这段关系很浪漫，同时在浪漫中，我觉得它又有一个踏实的感觉，就是在浪漫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一步一步的务实的去跟你一起生活，跟你一起探索，带领你探索更深层次的一个自我。你跟他吵架之后我觉得他可能会很认真的看着你，跟你说我们的爱远比这些争吵的小事情更加重要，就是我珍惜你远比我重视比如说这个问题，或者说会重视这个物质、这个金钱等等。因此他会跟你说我们一起好共同的度过，共同的努力等等的。所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非常有决心的，你们的感情有一种美的不像话，然后浪漫的很像童话故事，不像真的。可是这个背后我觉得他其实是靠对方的一些巧思，还有一些就是努力去搭建而成的。在这个梦幻的原地、梦幻的城堡背后，其实对方是有在努力去搭建跟营造的。比如说如果你们是异地恋他可能会很用心的去学你的语言，然后用那个有一点不标准的口音来跟你告白，或者说他会突如其来的就是排除万难的飞来找你，并且带着
你喜欢的这个点心啊，或是说一瓶葡萄酒，或是手工巧克力，甚至它是他自己亲手织的围巾等等的，非常自豪的告诉你说，哦，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等等。好，还有我觉得也因为他的这个踏实哦，因为他的这个努力啊，你们本身两个人在一起之后，那个财富能量是可以让你过得很舒服的，但是它有一种比较低调的能量，就是看上去不知道，就是看上去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么的有价值，但是你实际的去使用才知道里面其实有一些细节，或是有一些地方就是非常有质感，就是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很张扬、很夸张的一个人，但是你实际上去跟他相处，会觉得每一个地方，就每一个布置都有他的一个巧思。然后啊，还有的朋友啊，我觉得如果你们住在一起的话，他有那种每天早上醒来，他会帮你准备早餐之外呢，他可能会在这个松饼上用那个草莓酱帮你画一个爱心，或者说如果你们两个是一起住在国外，然后当地可能外食比较贵，或者说比较不那么方便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想尽办法去做一些你想要吃的这个美食啊，你的家乡食物啊，或是你想要吃什么，他就是用心的去买材料来学做给你吃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注重生活的这些质感跟对方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包含对方喜欢吃什么，然后对方想要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也许你是一个很爱宠物的人，他可能本来就是没有养宠物的习惯，但是如果你喜欢宠物的话，就会跟你一起养，甚至也会帮你去照顾这些小动物。还有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如果你被人家欺负的话，他绝对会跳出来好帮助你解决困难，而且他会很直接的跟对方说，你是不能欺负我所爱的人，不行的。然后他会用他的实力让对方闭嘴，让对方去收手，而且他又会用他的这个幽默去化解尴尬，会让当场所有的人佩服到不行。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人，而且他不容许他所爱的人还有他的家人被欺负。好，接下来看到是两只老鼠手上拿着一颗蓝色的爱心哦，很珍贵的心要献给你。好，我觉得月老今天呢把这个对象安排给你哦，不是随随便便安排的，它是经过这种集体的会议，很努力的讨论之后，选到这个人给你哦。这个人呢，你遇到他之后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超级超级幸运的。超级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超级开心，而且会有很多这种甜的冒泡的时刻，即使你们可能会有距离，但是你们的爱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距离而大打折扣。还有在这个中间呢，他是非常非常有底气，不张扬但是有底气，可能他外表穿的简单不奢华，但他能够去使用的这个财力啊却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或是说你们如果一起去旅游的时候啊，对方会特别就是先订好这种餐厅，或是说能够去看见很漂亮风景的这种小木屋等等，而且还会提前去准备非常非常多你想要吃的好吃的零食等等的，让你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当你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还会对你说，钱不是问题，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两个人日子过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守财奴，他不是仅仅懂得赚钱跟存钱，他还懂得如何用钱去营造开心，去制造幸福。好，所以呢，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月老送的这个礼物啊，真的是会让你开心的，非常非常想要炫耀。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甜的能量，就是让人家觉得哇，你们的这个
生活也太梦幻了吧！哦，就很像是这种王子跟公主的童话故事，不仅找到对的人，而且把生活过得多彩多姿，然后很像是一场就是不断的惊叹号，然后充满奇迹的冒险的旅程。你们两个也有一起携手走天涯看世界的一个能量。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